很多人都认为美国没有出现过土地革命，实际上他们只是方式有点不一样。在1844年之前，美国其实是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国家。于是，一个叫詹姆斯·波尔克的小伙被推上了历史舞台。如果美国总统有个卷王排行榜，詹姆斯·波尔克必定名列榜首。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说到做到的男人。竞选时吹过的牛，不连任、收关税、抢地盘，全给你干得明明白白。上台后，每天工作18小时，没有周末，不搞娱乐。建一台不仅不需要润滑油，还要自带干粮的机器。4年后全部兑现，然后把自己累死了。他就像那个你在公司里最怕遇到的领导，话少、面瘫、下手极黑，而且从不休假。1844年，美国有一块新病叫德克萨斯，这地方本来是墨西哥的，但美国人有一种特异功能叫人口渗透术。墨西哥人说这边地广人稀，欢迎移民。美国穷人一听，走，去那这种棉花，还能带奴隶。结果没几年，德克萨斯的美国人比墨西哥人还多。到了1836年，这帮美国移民腰杆硬了，直接宣布独立，成立孤星共和国。注意那面国旗孤星，美国国旗上是一堆星星，它这里就放一颗。潜台词就是，大哥，我家这颗星啥时候能贴到你家旗帜上去？前任总统范布伦是个怂人，怕得罪墨西哥，一直不敢接这个茬。但波尔克不一样，他是显然天命的狂信徒。显然天命这个词诞生于1854年，由一位叫约翰·奥沙利文的记者在文章里随手写出来的。核心意思就是，美国注定要通过上帝的旨意，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、不可阻挡的命运。当时美国人的逻辑是，我们要建立的是山巅之城，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，上帝喜欢我们，所以这块大陆是上帝预留给我们的。有这个说辞之后，日后办事就十分心安理得了。1845年，波尔克大手一挥，进来吧，德克萨斯，我的孩子。突然，德克萨斯还是意犹未尽，他盯上了更西边的加利福尼亚，这也是墨西哥的地盘。他派兵大摇大摆地开进有争议的格兰德河地区，把枪口顶在墨西哥人的鼻子上。墨西哥人终于没忍住，跟美国人干了起来。波尔克立刻在国会痛哭流涕，墨西哥人竟然在我们的土地上杀我们的人，国会瞬间沸腾，宣战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这场美墨战争本质上就是一场降维打击，墨西哥内部还在政变，这边美军已经兵临城下，结局毫无悬念，墨西哥割让了加利福尼亚、新墨西哥、内华达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相当于今天美国领土的1/3。这场打了近2年的美墨战争中，大约13000名美国士兵死亡，其中约1700人直接阵亡，其他的都是死于疾病或者受伤后感染，而墨西哥的死亡人数约有25000人。后来的加利福尼亚州、新墨西哥州、亚利桑那州、内华达州、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在内的一大片土地，都是当时打下来的。美国人自己都知道干得不地道，于是支付了1500万美元给墨西哥，所以在现在的美国课本里声称这些土地都是买来的。1848年总统大选时，众口一词地抨击波尔克，说他滥用总统权力导致不道德的侵略战争，从而让美国的名誉蒙羞了。其实这帮人一边指责靠战争获得土地的总统，一边紧紧地攥着新得到的土地不撒手。其实在当时的美国老百姓都十分赞同扩张土地。美国独立战争虽然赶走了英国国王，但并没有赶走穷，东部的土地早就被大资本家和政客瓜分干净了，普通人想翻身简直异想天开。这时候波尔克和他的西进运动给了所有人一针致幻剂，向西走，那里有黄金，有土地，只要你敢去就是你的。对于底层百姓来说，哪怕要杀人越货，哪怕要风餐露宿，这是他们跨越阶级的唯一机会。当生存的焦虑遇到了贪婪的诱惑，道德就成了最先被抛弃的行李。1849年卸任仅仅3个月后，波尔克就病死了。他是累死的，也是气死的，因为脏活全给你们干完了，你们居然还各种抨击我。其实任何一个国家，穷人只要多到一个量级，政权必定岌岌可危。在当时制造美国穷人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土地兼并。美国1785年的土地条例里，美国政府表示土地是国有的，大家都可以买，不过设立了一个门槛，起步640英亩，一口价640美元。当时的普通工人累死累活干1年也就能攒下几十美元，这意味着政府名义上在卖地，实际上是在挂闲人免进的牌子。到了1796年，政府觉得地卖便宜了，把底价涨到了每英亩2美元，这是直接把穷人的门焊死了。而这些地能买得起的，只要银行家、大律师和工厂主、种植园主，他们拿着成袋的现金，像买白菜一样把西部最好的土地成片买走。地被富人买走了，他们就告诉穷人们，想种地行，政府卖我1美元1亩，我卖你5美元，没关系，签个高利贷合同，利息20%。这种被富人利用资金优势垄断了土地的情况，一直发展到了1820年代。美国内部已经堆满了愤怒的火药，他们是背了一身债的佃农，是住在贫民窟的工人。如果让这帮人继续聚在一起，他们迟早会把枪口对准富人，甚至联邦政府。这个时期的美国其实已经进入了准内战时期，虽然没有爆发全国性的推翻政府的大革命，但局部的、暴力的、针对富人和地主的武装起义像鞭炮一样在各地炸响。纽约反租金战争、罗德岛多尔起义，各种大大小小的起义不断。再加上1819年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大恐慌，革命的火焰是一步步迈进，直到一个男人的出现，才让美国的灭亡没有提前到来。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·林肯。
林肯指着西部那片广袤的土地表示：“别闹了，别抢富人的地了，给我$10去西部吧，那里有160英亩地，全归你。”这就是著名的宅地法。这场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，其实就是美国政府一次为了自救而搞的土地革命，一场为了不让富人挂路灯的土地革命。只是他们这个革命是把刀口向外了。同时，西进运动也破坏了2个旧秩序，一个是大庄园主，一个是南方奴隶制。他们以前靠收租生活，现在西部有免费的地，谁还给你当佃农？没人剥削了剥削者就要饿死，实际上是用无数个小农场主包围并绞杀了南方的大奴隶主，最终逼出了南北战争。日后的美国之所以没有变成苏联，是因为他们在内部已经搞了一次土地革命，只是他们这个土地革命主要是把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给革了。博尔克负责抢，林肯负责分，这一抢一分之间，美国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，也完成了阶级的洗牌。